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几份斜杠的 part-time 工作，都是没有 hard time commitment 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必须星期几或者必须几点到几点去上班这样子的 part-time， 而是自由安排时间的 part-time 工作 ，freedom in nature， 而且是你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的。像我的话，我是有本职工作的，我的本职工作对时间的占据非常大，通常周一到周五是没有任何时间可以去做任何这些 side job， 但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做。还有一些斜杠工作是一个 business in nature， 所以 business in nature 的话代表你可以 build it up。 business 一个生意，如果你把前置的工作都安排好，然后慢慢建立了一个可以 operate 的系统的话，对你本人的占用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我也会在今天的视频里面 touch 到。我今天的视频一共会讲5个赚钱的方式 side hustle， 先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也是我最 enjoy 的，就是 WAG 遛狗。WAG 是一个美国这边的遛狗的，怎么说呢？ How I describe it is， 就是 if you choose to opt in to do a job, you can do it. If you don't want to do it, you can also just put your profile there and remain inactive。就是说想做的时候就做，不想做的时候就不做。WAG 那边我的 profile 我定的我的 service 是我可以去到别人家给别人家遛狗，但是其实 WAG offer 很多，比如说你可以接别人的狗来你家住，或者你去别人家住帮他看狗，或者是你 drop in service。Drop in service 就是你去人家家帮他看看他的狗或者他的猫，然后喂一喂你就走了。我做的这种其实是去人家家遛他的狗，通常是半小时。我 install 了一个那个 WAG 的 dog walker app， 你要 sign up 一下你的 information， 这样他们会调查一下你 make sure 你不是一个有犯罪背景的人，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就会 pass 你，然后会让你去成为一个遛狗人员在他们的系统里面，然后你就可以设定你的 criteria。 比如说我设定的 criteria 是我这个遛狗的范围是有 physical distance 的，就是离我现在的住址不能超过20个 mile， 如果超过20个 mile 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油钱太贵了，花那么多时间在路上就不 make sense 了。通常我去给人家遛狗都是遛我家旁边其实是骑车可以到的位置，所以这样子我也是就锻炼身体了，然后也出去换一下脑袋，换一下心情，遛遛可爱的狗狗。这是为什么我在做这个遛狗的side hustle。 我这边看了一下我的 payments， 之前大概给人家遛狗半个小时可以赚19到25块，1个小时大概可以赚40块左右。第二个我在做的 side hustle 就是去送 DoorDash 送外卖。送 DoorDash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因为现在大家都 back to office 了嘛，我的 office 在San Jose，要跑很远，然后跑很远反正都是要开车的，还不如就看看顺路的有没有人在买外卖。比如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在San Jose pick up 一个送到 Milpitas， 就是回家的路上，如果顺带的话就送一单，做着不是为了赚什么大钱，只是顺带着就赚一点，就是一点。我的收入大概是一单可以赚10块左右吧，包括小费。其实有更少的，那个 DoorDash 它会 pop up， 然后问你要不要接，所以如果我看这个太少了，我干脆就 pass 了。第三个视频开始的时候说的 business in nature， 就是我10几年都是在的 real estate area， 本人不只是一个 real estate investor， 也是一个买房、贷款、房租保险，这些都是我的 area。 我虽然有一个本职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自己去做一个 realtor 带人看房子，或者我自己去给人做贷款，我自己去给人 quote 保险。因为刚才以上说这3个事情都是很花时间的， quote 保险可能是占用时间最少的，因为毕竟一个保险经纪人他能卖哪几家的公司的保险是已经 set 的。当然保险经纪人想要代理更多公司的话，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earn the business， 那这边又是另外一个 topic， 我就不在这边 dive deep 了。这3个跟 real estate 有关的生意，每做成一单占用时间比例最少的肯定是卖房屋保险，但是也因为它占用时间少，它是赚的最少的，每一单它只赚几百甚至是几十块钱那么少， depends on
这个房屋的保险是多少钱。加州的话，像我住的这种正常的 single family home 也不怎么贵，也不怎么大的，一年一个人的房屋保险是1000多块。第二个时间占比高的，其实有可能是 real estate agent， 也有可能是 loan agent，depends on 你的客人和市场。如果是客人很挑剔，市场又不好的话，作为一个 real estate agent， 他需要做成这单生意的话，他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loan agent come in after offers being accepted， 所以 loan agent 在这种情况下花的时间就会比一个 realtor， 就是房地产经纪人要少。如果是一个 situation where housing market 是 easy to buy， 然后客人又很好的话，那这种情况 real estate agent 花的时间会更少，但是贷款 agent 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贷款 agent 不管怎么样都是有step by step 的事情要做的，然后他们总是占时比例是有一个 minimum， 根据你的客人的 financial situation， 他的 down pay 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他之后每个月的支付有他的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和他赚多少钱，这个都会让一个贷款的 case 变得很容易或者很 complicated。 刚刚说了3个跟 real estate 有关的 business， 这都是我在做的。虽然我现在本人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周一到周五都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有 established business，established partnership， 不管是卖房屋保险，或者是买房卖房的 realtor， 或者是 loan， 这些我本人都不做了，但是我已经有一个 ecosystem， 不管你是想要在加州买房，还是在德州买房，或者是在 Florida 买房，自住房也好，投资房也好，我都有 closely 跟我 work 的 partner 可以是帮你做房屋保险。如果大家对刚刚我说的德州、加州和 Florida 有兴趣做房地产投资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把你介绍到我的团队。我的这些房地产的 partnership 其实已经跟我从2012年到今天了，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合作 system， 合作起来对我来说是非常 smooth 的，几乎完全不怎么花我的时间，但是我的团队又是 super powerful， 他们可以服务好我介绍过来的客人。第4个 side hustle 是做 part-time project management。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project management 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正常， it's kind of ingrained with me， 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会花巨多的时间和力气来做的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一个比较 complicated 比较乱的一个局面可以 stream 出来 track 应该怎么去 manage 它。我已经做 project management 这么多年了，有一些 historical 的 partners 会来找我做一些 side hustle 的 project management， 当然也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最近这1年是没有什么时间，但是以前 between jobs 的时候会做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的 side hustle， 是要看这个项目是有多难，有多大的 scope， 跟那个想要 hire 你的老板嘛谈价钱，所以通常这个价位可以是1个月1000或者1个月2000之间，看你自己怎么控制这个时间和 output， 但是通常应该是我是可以控制在一天花最多4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可以把这个 project 可以 manage 起来。然后第5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social media business。这 YouTube 也没有赚多少钱，一共不到1年才不到2000块钱。On the side 我还经营一个 Twitch 直播，所以其实我是经常做 Twitch 直播的，但是我 Twitch 直播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我通常都是做那种 study with me 的直播，就是我在工作，然后陪着你们。Twitch 是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 community， 它应该是男生占比更多。Initiation 是男生 stream 打游戏开始的，后来呢就是有很多女生会在上面 stream 各种各样的 content， 也打游戏也有，旅游也好，有吃饭也有，做饭也有，各种各样的 content。所以我呢为了能够 efficiently 直播 efficiently 赚钱，所以 what I do is 我会把我的这个camera 就架在那儿看着我工作，然后我呢其实也不怎么看 camera， 然后我就在那儿干我的本职工作，然后等我干累了，我偶尔去看一看 camera 有没有人在说话，有没有人在留言跟我聊天，然后我再跟他们互动几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个监督的作用，就是有的时候我1周会 work from home 大概3到4天，我的 full time job 的 speed 非常快， demand 非常多，事儿也特别多，但有时候真的会就是真的好烦，然后有一些时候
会有一些 deliverable， 你必须要在一定的 time frame 赶出来，有时候是当天，有时候是2个小时就要 do， 或者1个小时就要赶出来一个整个 presentation 或者整个一个 meeting 的 document， 压力就会特别大，然后就会很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放一个 Twitch 直播，然后搞一个跟我一起工作吧，或者跟我一起学习吧，这种反而我也会觉得有监督的作用，会有人陪着我，让我能够 concentrate， 然后就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把这个 document 或者这个 presentation 给做出来，我就会挺有成就感的。After that， 我也不常做了，所以我 Twitch，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每一个 stream 赚的其实非常少，因为刚刚你可以 imagine 一下，这个直播就是我不说话的，我就是在干我的事儿，然后有的时候有人会来，就一直会待在那儿，他也不说话，然后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观众他到底在看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一种陪伴吧，说不定他也在工作，所以就想找一个 virtual 的陪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么 interesting。OK， 刚才已经说了5种在你的 full time 之外还可以赚钱的方式，外个 DoorDash 这些都是赚钱非常少的，就是纯粹是兴趣爱好或者是顺便的时候做一做。刚刚我说的 real estate business 是我这10几年建立的这么一个 ecosystem， 从我自己开始的，我自己投资，我找了我的团队，然后我再介绍给我的朋友，他们也找了我的团队，然后再介绍给我的粉丝，他们也找了我的团队，然后我的团队就越长越大。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 specifically to me， 但如果你的 role 不同，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 area 有什么这样子的 side hustle 可以做。比如说我老公是一个码农，他是一个 software developer， 所以他有时候会接一些 side gig 去帮人写一个小的 application， 写一个小的 feature， 但是那个赚钱真的非常少。然后我老公很喜欢去搞那个帆船，就是 sail the boat， 但是美国这边对帆船的船长的要求很高，要有好几个 license， 然后还要包括365天的开船经验，才能够真正给你颁一个 license。 我说这么多是因为我也有在 encourage 我老公去搞一个这个 license， 他已经 on the track， 但是还没有拿到 license， 因为他也有全职工作，所以要 accumulate 365天都在船上的这个时间才能拿到 license， 也是要花一段时间的。但是据我了解，你拿到 license 了以后，可以去做那个 captain。比如说San Francisco 这边有 ferry， 是专门带客人从一个 island 到另外一个 island 的，或者是 tow boat。tow boat 就是你在海上，你的船for some reason 不能动了，就是像我们陆地上是 tow truck， 在海上有 tow boat， 就是在陆地上，如果你的车抛锚了，你需要找一个拖车的来拖你。在海上呢，你的船也有可能会抛锚，然后你找一个 tow boat 来拖你。一个 tow boat， 据我了解，他如果出一趟海去 tow 一个 boat， 1个小时就能赚300多块钱。我老公他喜欢开船，所以我在 encourage 他慢慢的拿到他的 captain license， 就可以去开船做一个 side income。我刚刚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跟我的 background 不同，所以你可以在你的 area 和你的兴趣爱好里面找一些你可以做的 side job that's enjoyable and also make money at the same time， 这样子让你的 accumulation of wealth 这个速度不要慢下来，然后还可以尽快的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财务自由。有一天你不想干活就不干活，躺着就有足够的钱进来。祝你们和我都越来越有钱。谢谢今天的观看， See you next time， bye guys。